左手黑手套的箱子，另一个人带着装右手白手套的箱子，分别飞去地球两端。他们完美击中人类对神秘、速度以及控制力的想象。纠缠态的本质就是整体有明确结构，但个体没有各自独立、预先写好的答案。那后来为什么大家没有沿着这条路走到底？听起来很有希望，对吧？问题是，我在月球单独测到的结果，依然只是一串看起来完全随机的0和1。Hello， 大家好，我是 Jimmy。嗨，我是 Joanna。很开心，今天我们走出户外，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东西。对啊，而且今天天气超好的。只要网络上有一篇文章标题写着科学家证明量子纠缠可以超光速传讯，所以呢，你相信了？底下通常就会立刻出现两种人。第一种人非常兴奋，觉得人类终于快要能够瞬间通话，甚至可以和外星文明无延时聊天。第二种人则更兴奋，直接把它延伸成心电感应、灵魂共振、宇宙意识同步更新。今天这集，我们就来把这个经典迷思一次拆干净。量子纠缠到底有多神奇？它到底能不能拿来传递资料？如果不能，那它神奇在哪里？我先替观众问一个最直白的问题：如果两个粒子真的会瞬间知道彼此的状态，那听起来不是已经很像通讯了吗？这就是整件事最容易误会的地方。很多人把有关联直接听成有讯号，但物理学里，关联跟通讯不是同一件事。你可以想象两个人，一个带着装左手黑手套的箱子，另一个人带着装右手白手套的箱子，分别飞去地球两端。当你打开箱子看到左手黑手套，你就知道另一个箱子里一定是白手套。这是一种关联。可是你并没有在打开箱子的瞬间把任何讯息送去另一端。量子纠缠比手套深得多，也怪得多。但第一步一定要先分清楚，看见关联不等于建立通道。那为什么这个误解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复活？为什么？因为瞬间、超光速、心电感应这三个词实在太适合当标题了。它们完美击中人类对神秘、速度以及控制力的想象。只要文章故意把实验里的测量结果相关偷换成资料被传过去，读者的大脑就会自动补完一整套科幻剧情。可是科学最怕的就是这种补完，尤其在量子力学里，你只要多补半步，通常就会补到宇宙法则不允许的地方去。所以今天的核心题其实不是纠缠神不神，而是它到底传了什么，对吗？没错，你抓得很准。今天我们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字眼上的陷阱。纠缠会让两地的测量结果呈现出超越古典直觉的强关联。但它不会让你自由选择一串资料，像是001101这样，然后瞬间送到远方。先把结论说在前面，量子纠缠非常神奇，但你不能拿它打电话、传简讯、发密码。真的吗？也不能靠它对远方的人说一句你现在去开门。要理解这件事，我们得先把纠缠本身讲清楚。好，很多人把单粒子的叠加和两粒子的纠缠混在一起讲。叠加是什么？是单一量子系统在被测量之前，可以同时以多种可能性存在。比如一个光子的偏振可能不是单纯水平或垂直，而是在某种量子态里同时包含多种可能。可是纠缠更进一步，它不是说两颗粒子各自神秘，而是说它们合在一起时，形成了一个不能拆开描述的整体。那问题不是 A 粒子自己是什么， B 粒子自己是什么，而是 A 跟 B 一起是什么。对，这句话非常重要。纠缠态的本质就是整体有明确结构，但个体没有各自独立、预先写好的答案。你如果硬要问，这颗粒子自己早就决定好是上还是下了吗？量子力学通常会回答你，不是这样理解的。只有当你指定测量方式，并真的去测时，具体结果才会以某种几率显现，而且两边结果之间会展现极强的关联。很多人喜欢用手套比喻纠缠，这个比喻有优点也有陷阱。优点是它能帮你理解远距相关这件事，陷阱是手套在装进箱子的那一刻，答案就已经写好了。量子纠缠偏偏不是这么简单。怎么说？如果它只是手套故事的量子版，那爱因斯坦根本不会生气，贝尔不等式也不会震撼物理学。真正震撼人的地方在于，实验结果显示，量子世界的关联强到无法用箱子里其实早就各自藏好答案这种古典剧本来解释。那硬币的比喻呢？也能用，但都要小心。好，硬币的比喻通常只能帮你理解几率，却不太容易表现测量基底不同时相关性会如何改变。量子纠缠最反直觉的地方之一，就是你怎么的量会影响你能观察到什么相关结构。这不是因为意识创造现实，而是量子态本来就不是一份等着你打开的古典试卷。如果用稍微数学一点但仍然直观的说法，纠缠态是一个不能分解成
A 的状态乘上 B 的状态的联合状态。它不是2份独立说明书绑在一起，而是一份只对整体成立的总说明书。也因此，中文把 entanglement 翻成纠缠，虽然形象，但也有点误导。因为它很容易让人以为是2条绳子缠在一起，仿佛各自还保有原本完整的身份。好，了解。其实更接近的意思是，这2个系统的描述已经彼此渗入，不能各算各的。现在我们把镜头拉回历史。1935年，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森发表那篇有名的 EPR 论文，他们不是在证明量子力学错了，而是在抗议。如果量子力学的描述是完整的，那世界看起来就太奇怪了。你量这边，另一边那个对应的物理量好像立刻就被决定。这让爱因斯坦非常不舒服，因为他坚持物理世界不该依赖远方瞬间影响，也就是那句超有名的鬼魅般的超距作用。没错，但这句话常常被断章取义。爱因斯坦讲这句话不是在替超能力背书，而是在表达不满。他的意思比较像是，如果你说这就是自然界的根本运作方式，那也太诡异了吧。他想守住2个原则，第一个叫局域性，也就是远方发生的事情不应该瞬间影响这里的物理结果。第二个叫实在性，也就是物理量在你测量之前应该已经有某种客观存在的值，不是等你看了才冒出来。于是就有了隐变量假说。简单讲，就是不是量子力学漏掉了什么，是不是粒子其实带着一套更深层的隐藏资讯，只是我们现在看不到。如果有，那么表面上的随机也许只是因为我们知识不完整，就像不知道骰子初速和空气阻力的人会以为骰子是纯随机。听起来很合理啊。那后来为什么大家没有沿着这条路走到底？因为1964年约翰贝尔做了一件改变游戏规则的事，他把一场哲学辩论变成了可以进实验室检验的问题。他问，如果世界真的符合局域性加实在性，那么无论隐变量设计得多巧妙，2地测量结果之间的相关性都不可能超过某个上限。这就是贝尔不等式的精神。了解。这里你可以把它想成一道天花板，古典直觉的世界，不管你怎么安排事先剧本，相关程度都有最高分。可是量子力学用纠缠态算出来的答案，某些情况下会直接冲破这个天花板。也就是如果实验真的看到那种超过上限的关联，你就不能再说只是我们还不知道粒子口袋里藏了什么纸条，因为再多纸条也不够用。所以贝尔不等式不是在告诉我们量子真的可以传超光速的资料，而是在告诉我们古典式的局域实在直觉撑不住。这是很多报道最容易偷换的地方。违反贝尔不等式代表自然界的关联结构比古典局域隐变量理论更强。但它不代表你可以操控结果来编码讯息。这2件事差一大截，前者是在谈世界允许什么样的统计关联，后者是在谈你能不能主动控制远方看到的资料分布。这是2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后来的实验非常精彩，从阿斯佩实验到 Zilurg 团队，再到更多精密的贝尔测试，物理学家一次又一次看到量子力学预测的相关性真的出现。可是早期实验总有人质疑，说会不会是探测器效率不够，2边其实偷偷互相影响，或是测量设定的选择根本不够自由。这些被称为各种漏洞。第一个常被提的是探测漏洞。假如很多粒子根本没被成功记录，那你可能只是在一小部分样本上看到漂亮结果，而那些样本刚好有偏差。第二个是局域漏洞。如果2边的装置在时间与空间安排上不够分离，就有人会怀疑是不是还来得及用亚光速讯号偷偷串通。第三个是选择自由漏洞，也就是测量方向的选择会不会早已和粒子的隐藏资讯神秘的相关。了解。这些怀疑听起来都很刁钻，但也都很合理。毕竟如果你要宣布世界观该更新，实验就得非常干净。没错，所以贝尔实验真正厉害的不只是做出结果，而是一步步把漏洞封下来。后来科学家用了更高效率的探测器，更严格的空间分离，甚至连随机数来源都越做越讲究。从电子乱数、量子乱数一路做到利用遥远天体光子来决定测量设定，尽可能把选择早已被安排好这种直觉压到最低。2015年前后 Hansen、Giustina、Sham 等几组实验分别以不同技术路线达成了被称为漏洞封闭的重要里程碑。
2022年诺贝尔物理奖颁给 Ale Aspect、John Clauser、Anton Zellminger， 就是在肯定这条把量子基础问题从思辨推进到高精度实证的路。可是我猜很多观众现在心里还有同一个疑问，既然实验真的证明两边有这么不可思议的同步关联，为什么还是不能传讯？好问题，这就要说到量子力学的另一个核心概念了。因为真正判死刑的不是贝尔不等式，而是另一个关键结论——无通讯定理。他说得很直白，假设你和远方朋友共享一对纠缠粒子，不管朋友在那边选择做什么局部操作，单看你手上的测量结果统计，你都看不出对方到底做了哪一种选择。这句话如果翻成白话，就是对方不能靠改变自己那边的操作，让你这边的结果分布出现可辨识的差异。举个简单例子，假设你和我各拿到一颗纠缠粒子，我在月球，你在地球。你很想传讯息给我，于是你想出一个编码规则，如果你要传0，就朝某个方向；如果要传1，就朝另一个方向。听起来很有希望，对吧？问题是，我在月球单独测到的结果，依然只是一串看起来完全随机的0和1。从我自己的资料里，我根本无法分辨你今天量的是 A 方向还是 B 方向。可是如果之后把两边资料拿来对照，不是就会看到差异吗？正是如此，而这也是整个迷思最核心的错位。很多人把事后比对后看出关联，误认成当下已经完成通讯。但事后比对本身就需要一条经典通道，比如电话、网路、光纤、无线电，总之都必须受光速限制。没有这条经典通道，你手上的那串本地资料只是乱码，没有可读资讯。等你把资料传给对方比对时，资讯早就不是靠纠缠单独送达，而是靠传统通讯补完的。所以请记住一句超重要的话，纠缠提供的是超强关联，不是可单独使用的讯息。你不能控制单次测量得到上或者下、0或1，你只能在很多次事件统计后和对方的资料比对，看到那个惊人的相关图样。若你无法控制本地随机结果，你就无法把它编码成想说的内容。没有可控性，就没有通讯。这也是为什么量子隐形传态虽然名字很炫，却不是科幻片里那种人或物瞬间传送。量子隐形传态真正传的是量子态的资讯。而且它一定同时需要纠缠资源和经典通道，少了后者，接收端无法完成还原。多了前者，才能把某些量子资讯安全且正确的转移。那纠缠既然不能直接传讯，它到底有什么实际用途？用途可大了。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是量子密钥分配，也就是 QKD。它不是让讯息跑得更快，而是让窃听更难藏。因为量子态一旦被外界偷看，通常会留下可检测的扰动，这使得通讯双方能在原理上发现是否有人偷听。纠缠型 QKD 更是把这种安全性建立在量子关联本身上，重点不是超光速，而是可验证的安全。第二个应用是量子计算。很多时候，量子演算法之所以能展现和古典计算不同的威力，背后一大引擎就是纠缠。当多个量子位元形成复杂纠缠，整个系统可表现的状态空间会变得极其庞大。当然，这不是量子电脑同时跑遍所有宇宙，这种网络流行说法就是真的，但确实表示它能利用量子干涉和纠缠去构造出某些古典电脑很难高效率模拟的计算过程。第三个是量子网路。未来的量子网路不是要取代今天所有光纤和基地台，而是要在既有通讯架构上增加新的能力，例如分散式量子计算、超高安全性的节点连接、量子感测协同等等。你可以把它想成一种新层级的资讯基础设施。不是把光速限制打破，而是在光速限制内把资讯世界的玩法升级。很多人说，你一观察这边，另一边就瞬间改变了。这句话哪里有问题？问题在于它暗示另一边有一个可被观察者遥控改写的本地状态。更精确的说法应该是，当你对整个纠缠系统做某种测量后，你对两边结果关联的描述会更新，而不是你像按遥控器一样把远方粒子改造成你想要的样子。第二个迷思是，既然相关性那么强，我就能控制对方看到什么？不行，强关联不等于远方控制，你自己的结果都无法先挑选，怎么控制对方？对啊，量子测量里最让人挫折也最关键的就是单次结果的不可预测性。你如果不能决定自己这次拿到0还是1，就不可能拿这个过程来当摩斯电码机。第三个迷思是把量子纠缠直接拿去类比心灵感应，
灵魂伴侣、宇宙频率共振。这些说法通常最大的问题不是诗意太多，而是定义过少。科学上的纠缠有非常严格的数学结构、可重复实验条件、可检验的不等式违反与统计特征。你如果把任何难以言喻的情感连结都叫做纠缠，那只是借用了物理学的名词光环，并没有真的使用它的内容。所以凡是标题出现量子2个字，我都应该先把理性打开。不只是打开，是直接全开。尤其是看到超光速时更要警觉，因为媒体标题很爱把相关性似乎跨越距离瞬间呈现，压缩成超光速讯息传输被证实。哇，我以前都没想过这个角度。对一般读者来说，这2句看起来差不多，对物理学家来说，中间差了一整条因果律。只要有人没有区分可比较的统计关联和可控制、可编码、可单边读出的讯息，那篇内容就很可能在偷换概念。接着我们要问一个更深的问题，为什么宇宙偏偏要长成这样？为什么允许那么诡异的远距关联，却又死死禁止超光速通信？这背后其实像是一条默契红线，让量子力学和狭义相对论虽然彼此个性很不同，却没有正面打起来。相对论最在乎的是因果顺序不能乱。好，只要资讯能超光速，在某些参考系里，效果就可能先于原因，于是你就会得到各种时间悖论。例如，我先收到明天的资料，再决定今天要不要传出去。没错，这类祖父悖论式的情境，一旦进入可操作通讯层面，物理学就会非常头痛。如果我能像过去发信号，我就可能阻止自己原本发出那则信号，逻辑会直接打结。现在的量子理论很巧妙地避开了这个灾难。它允许你看到超越古典局域性的相关，但不允许你把这种相关当成违反因果律的信道。某种程度上，纠缠不是相对论的敌人，反而是量子世界在尊重因果底线下展现最大怪异度的方式。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宇宙其实设计得很精妙，它让你感受到世界不是由古典直觉拼出来的，却又没有把整个时空秩序炸掉。它给你惊讶，但不给你任意穿越，给你深层关联，但不给你拿去作弊的超能力。这种看似很放飞，实际上很守规矩的设计，也正是量子理论最迷人的地方之一。最后收个尾，如果你今天只想带走一句话，那就是量子纠缠可以让关联呈现出超越古典直觉的强度，但不能让可用资料超光速传播。下次你再看到任何宣称量子传讯成功的文章，先问3件事。第一，他说的是单边可读的讯息，还是事后比对的关联？第二，是否仍然需要经典通道？第三，所谓的瞬间到底是在描述统计相关，还是在偷渡可控制的通讯能力？好，了解。如果这3题一问，对方开始语气漂移，概念混用，忽然开始讲宇宙能量，那大概就可以先把警报拉起来了。真的，量子世界已经够神奇了，我们不需要靠夸大它来让它变精彩。真正精彩的地方反而是，它在最深处挑战了我们对实在、位置、关联与资讯的理解，却又用极其精密的方式守住了因果律这条底线。这不是魔法，但它比魔法更深刻，因为它是真的，而且已经被一代又一代实验反复逼近。哦，我知道了。留给大家一个思考题，如果宇宙真的允许信号超光速传播，你会觉得那是更自由，还是更可怕？我觉得更可怕。因为那不只是网路变快，而是整个先后顺序可能要重写。欢迎把你的答案留在留言区。如果你喜欢这种把热门科学话题拆到最底层，又尽量不让人睡着的内容，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